我的父亲得了一场疾病去世，母亲身体虚弱，正得公分养不活我们兄妹5个，一起进了几个子弹，我伤神个地方。然而被一场大的林殊病需要很多医药费，爷爷奶奶和3个伯父为了摆脱我们，竟然串通起来要和我们分家。由于我的父亲是养子，他们只给一篮子红薯干和一口陶锅，就将我们一家扫地出门。此时此刻，21世纪的漫画家郭帆突然遭到雷劈，竟然穿越到了与原主同名同姓的15岁男孩身体上。大哥吃饭了。二妹郭开颖，小丫头今年才8岁，长得面黄肌瘦，梳着2个麻花辫。二妹，咱妈回来没有？她的心情好不好？舅舅不借粮食给咱妈，咱妈在屋里哭，大姐劝她不哭。你去吃饭吧。哎，莫名其妙穿越到这里，还被爷爷奶奶和3个伯父赶出家门，那些人真是奇葩。郭开民剥开蛋壳吃掉鸡蛋，穿上鞋子走出卧室。堂屋里2个弟弟和2个妹妹正在吃饭，每人只有1个巴掌大的红薯干，没有鸡蛋。大妹郭开玲站起来说：“大哥，去劝劝咱妈，别让她哭了，咱就不借粮食给咱们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”郭开民点点头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西屋。刘月娥坐在床上抹眼泪：“你起来干什么？快去床上歇着。”我的病好了，妈你别难过了，我是个大人了，以后这个家我来养，我要让你和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。大玲子，俺刘大姐在家吗？在呢，在屋里跟俺哥说话呢。妈，马二婶找你。她叫马二莲，是郭家的对门邻居。刘大姐，刚才我不在家，俺当家的不知道我明天去供销社卖鸡蛋买盐。你看，对不住啊，马二姐，那个鸡蛋给俺孩子补身子了，过2天我还给你1个。不行啊，刘大姐，俺家就等着卖鸡蛋买盐呢，要不你给我钱吧，供销社收3分钱，你也给我3分钱，明天我去供销社买盐。我跟赵二哥说好的，大后天把鸡蛋还给你家，都是老邻居，给我宽限2天吧，马二姐。那不行，俺家那位不知道家里没盐了，是他让我过来要鸡蛋的。马二婶你别急，后天我就把鸡蛋给你家送过去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啊，开民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们要是没有分家，今天我就不跑这一趟。这个玉佩是我之前去山里割猪草时捡的，明天我去卖玉佩，把鸡蛋还给你。妈呀，这东西咋那么吓人呢？我就说大民有出息吧。马二莲哈哈笑，她知道玉器是很值钱的宝贝。不好意思哈，刘大姐，我家还有盐能坚持3、2天，到时候你把鸡蛋给我就行，我先走了。这个玉佩真是你捡的吗？他伸出手摸玉佩，突然哎呦一声甩开手，怎么这么烫？孩子快拿掉。不烫吧？郭开民把玉佩握在手里，只觉着冰凉舒爽。忽然脑袋嗡的一声，无数奇怪的画面涌入脑海。妈，我有点头晕，先回屋了。回到房间，把门窗关好。他意念一动，下一秒在房间里凭空消失，接着出现在一个奇怪的空间里。郭开民站在一座小山跟前，面前是一片小池塘。通过吸收脑海里的信息得知，这是一片属于他的空间。伸出双手捧一把清水喝一口，觉得甘甜无比。很快头昏脑胀的感觉消失了，人变得倍儿精神，浑身也充了满力量。果然是一池有着治愈功效的灵泉。池塘后面有一座铁矿山，池塘对面忽然出现一个系统，里面显示的画面竟然是自己的现实世界卧室，也就是他进入空间的地点。家人们满脸焦急地站在门外，老妈一边拍门一边焦急地喊话。郭开民动一下意念，下一秒就出现在卧室里。孩子快开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孩子你怎么了？刘月娥突然愣住，发现儿子的脸色不再苍白，而是变成了健康的血色，精气神好像也好了很多。我刚才有点头晕就睡着了，一觉醒来感觉精神很好。你的病是不是好了？玲子回去睡觉，我跟你大哥说几句话，把你的玉佩藏好。鸡蛋的事不用你管，明天下工我去你老娘家借个鸡蛋还给马二莲。妈你放心吧，我不卖玉佩。妈，咱家的红薯片还够吃几天？你别管了，你在家照顾好弟弟妹妹就是帮我的大忙。早点睡吧，睡一觉病就好了。第二天被二妹郭开颖叫醒。大狗狗吃饭啦。二妹，咱妈去上工没有？一早就去了，嘻嘻。郭开民抱着他去堂屋，2个5岁的弟弟围着饭桌转悠，大妹郭开玲喂他们吃红薯片。郭开玲今年12岁，刷锅洗碗，能干各种家务活。没分家时，郭家的猪都是他喂。大哥抱，大哥抱。开清，开松，别闹，大哥，快过来吃饭。大哥，你吃完饭去打桶水吧。好的。郭开民放下二妹，走到饭桌旁边，早餐又是难以下咽的蒸红薯片。家里每顿饭只蒸6个红薯片，老妈吃2片，郭开民吃1片，剩下的3片4个孩子吃，说食不果腹，并不夸张。必须要改变啊！吃完饭拎着水桶去打水，郭开民打一桶水，提着回家时突然拍拍脑袋，差点忘记空间里有灵泉水。回到家从卧室进空间打一桶灵泉水出来。开林，你过来尝一尝我打的水。好甜，肯定不是井里的水，你从哪打的？一听说甜，孩子们全都围过来，捧着碗大口喝水。大哥是甜水，甜甜的。开林，你看好家，
我出去转转。你去哪？咱妈不让你去树林。郭开灵脸上都是警惕，以前大哥有事没事总是往森林里跑，大家都知道那片森林里有狼。放心吧，我不去森林，我就是出去随便转转。男子走到了一匹穿越到了挨饿的50年代，昏迷中的郭开民突然睁开眼睛，母亲喜出望外，向邻居借了个大大的公鸡蛋给他补身子。为了尽早把鸡蛋还给马二连，我打算去森林里寻找山鸡蛋。在村口碰见了扛着锄头的赵二雷。二雷叔吃罢没有？赵二雷就是借给刘月娥鸡蛋的对门邻居。郭开民找野鸡蛋就是为了还他家的鸡蛋。吃罢了，开民啊！二雷叔，今天或者明天我一定把鸡蛋给你送过去。不急，啥时候有啥时候给。你二婶是个妇女，你别听她胡说八道。郭开民沿着小路继续走向森林，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喊：“大哥，咱妈不让你进森林。”我找2个野鸡蛋给二雷叔。不行，森林里有狼，三娃子就是被狼叼走的。郭开民知道三娃子，大队支书赵田的3儿子，去年夏天进森林挖野菜时失踪。公社民兵进森林找了3天，找到了三娃子的无头遗骨。赵田的媳妇差点哭死。上次你偷着进森林，得了一场大病，你要是出事了，让咱妈怎么活？我不让大哥去。你们先别哭，其实我也不想去。三娃子给我托梦，让我去找他的头。他说那条狼已经死了。我上次进森林不是被雨淋出病的，是三娃子缠着我把我缠病的。今天要是再不帮他找头，他会害我。三娃子托梦说狼已经死了，树林很安全。大妹，我求你别再拦我，除非你想让三娃子的鬼魂害死我。照顾好弟弟，我很快回来。转身大步流星走进森林，一通谎话说的他自己都信了。越走越远，渐渐来到森林腹地，突然在草地上发现一片脸盆大小的沙土。有沙窝的地方附近必有鸡窝。郭开民仔细地搜查附近的草丛，突然哗啦啦一声响，一只野鸡从草丛里飞出。郭开民急忙走到野鸡飞走的地方，打开草丛，发现了鸡窝，窝里躺着一堆橄榄色的山鸡蛋。他急忙把15个野鸡蛋全部收进空间里，继续在森林里寻找。突然感到有双眼睛盯着自己，抬头一看，倒吸一口凉气，一头大灰狼就站在10米外的灌木丛里。几秒后，灰狼冲出灌木丛，身体像离弦的箭来到跟前，獠牙直奔郭开民的喉咙。郭开民马上进空间，站在空间出口处开上帝视角盯着灰狼。好险，幸亏我技高一筹。然而灰狼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躲在附近草丛里监视他消失的地方。守株待兔是吧？欺人太甚。一人一狼互相监视1个多小时，最终灰狼走出草丛，消失在空间的可视区域外。郭开民这才小心翼翼地离开空间。此地不宜久留。郭开民转身向森林外走。大哥，找到三娃子的头没有？找到了也埋了。三娃子不会再缠着我。顺便找到了几个野鸡蛋，今晚煮鸡蛋吃。大哥好棒！兄妹几个蹦蹦跳跳往家走。郭开民没发现树林里有一双狼眼静静地盯着他们。郭开民回到家，马上煮山鸡蛋，准备从空间里拿其他鸡蛋时，郭开灵伸手从锅里拿走一个。煮一个就行了，这个鸡蛋你去还给二雷叔。郭开民趁他不注意，迅速从空间里掏出9个鸡蛋放进锅里，煮10个蛋，每人2个可劲造。等咱妈回来，给她个惊喜。你们不能把三娃子托梦告诉咱妈，她胆子小，不能吓着她。我不说，我也不说。这时刘月娥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，小家伙们一窝蜂围过去。妈快吃鸡蛋，俺大哥找到野鸡蛋了。妈，我在树林外边的野鸡窝里找到了11个鸡蛋，10个煮着吃1个去还债。造孽啊！煮这么多干啥？煮一个尝尝鲜就行了。我的妈，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才是自己的东西。这是你爸走后咱们家第1次吃鸡蛋。妈，我们都长大了，以后的日子你就等着享福吧。我去给二雷叔送鸡蛋。赵家的母羊刚生了4个羊羔，赵二雷2口子在羊圈里照顾羊羔。二雷叔、二连婶，你家羊羔真好看。开明来了。二雷叔，你看够不够？够了够了。够啥够？你咋那么大方？老母鸡不是你喂的，你不心疼是吧？郭开民悄悄拿出第2个野鸡蛋。是我考虑不周，没有皆大欢小的道理。你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帮忙，我感激这份情。都是10几年的老邻居，这么较真干什么？借出去1个收回来2个像什么话？只有地主老才干这种缺德勾当。二雷叔别说了，是我考虑不周。雪中送炭不能用鸡蛋的价值衡量。回到家，看见郭开灵又煮了红薯干，实在没胃口，就去空间里喝灵泉水。第2天被哭声吵醒。杀千刀的王八蛋，我去你8辈祖宗，让我怎么活呀？郭开民赶紧跑到赵二雷家。怎么了？郭开民又跑到羊圈旁边，圈里的老母羊已经死了，旁边还躺着一个死羊羔，母羊脖子上有2个血洞。是狼，是狼咬死的。狼，肯定是狼。郭开民一口气跑到自家院子，发现了狼的脚印，沿着断断续续的脚印来到堂屋门口。刘月娥走出来。开敏，刚才我好像听见有人哭，咋回事？妈，你看看俺弟俺妹起床没有？郭开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刘月娥见儿子脸色难看，赶紧进屋，几秒后又来到门口。开灵开影在穿衣服，那2个臭小子还在睡懒觉嘞。郭开民不禁流下冷汗。狼的目标是我的家人，堂屋一夜没开门，狼没有得手，于是去对面顺手牵羊。妈，你知道谁家有猎枪吗？支书赵田家有1个，你怎么了？二雷叔家的羊被狼咬死了。狼，造孽啊！刘月娥赶紧去赵二雷家。
郭开民离开家去找支书借猎枪。男子只是上山寻找野鸡蛋，不料却被饿狼给盯上，险些丧命。晚上，饿狼寻仇来到村里，吃掉了邻居的2只羊，咬死了母羊和1只小羊羔。郭开民决定去支书赵田家里借猎枪打死饿狼。途中正好遇见了大队支书赵田、大队长孙玉厚、18队的队长郭老栓，他们已经得到村里招狼的消息。郭老栓是郭开民的便宜爷爷，郭开民不想搭理，他就跟着他们去现场。现在拦路借枪不合适，饿狼进村事态严重，我建议向公社反映吧。玉厚同志，你去公社说明情况。二雷是18队的社员，你一定要做好群众的安抚工作，有问题随时去大队找我。孙队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赵叔，我想借你的枪去打狼，咬死羊的狼昨天也去我家了。放屁，滚一边子去！你扛得动枪吗？看把你能的！放屁的是你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小兔崽子，你骂谁？我骂老匹夫，是你对号入座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你还嫌不够乱吗？添什么乱？拿着我的枪去树林里喂狼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开民别添乱，刘嫂子把孩子领走吧。你刚才胡说什么？以后别搭理郭家的人。刘月娥教训完儿子，又去了赵二雷家。郭开民眼珠一转，又有了主意，来到赵田家大门外向院子里的赵强招手：“四娃子，过来过来。”赵强是赵田的4儿子，今年8岁。开民哥，你叫我。有好东西给你。山鸡蛋，真给我。把你爸的猎枪借给我玩1天，我就把这个鸡蛋给你。赵强二话不说，转身跑回家，片刻后抱着一把长枪出来。好东西。郭开民把鸡蛋给赵强，熟练的操作一番，确定没问题。给我子弹。子弹被我爸藏起来了，我找不到。赵强把双手背在身后，既不想给子弹，也不想给鸡蛋。耍赖皮啊你！枪里没子弹，能有锤子？有的。开民哥，给你锤子。也行吧。郭开民被他搞得没脾气，把枪还给他，拎着锤子向村外跑。进入森林后，郭开民发现一个洞口，周围有狼的脚印，确定这个洞是狼窝。郭开民收集干草，在洞口点火，高高举起铁锤，准备锤杀被烟熏出来的狼。干柴烧完了，洞里没有动静。郭开民伸手摸狼窝，摸到一个硬物，拿出来一看，差点吓尿，竟然是人类的头骨。看头骨的轮廓，是个13、14岁的少年，马上想到了去年夏天被狼吃掉的三娃子。三娃子是你吗？郭开民把头骨放进空间，忽然身后有一股恶风。郭开民第一时间动意念进入空间，打开上帝视角，果然是昨天袭击他的那头大灰狼。竟敢去我家行凶，今天你必须死！大灰狼在洞穴周围寻找郭开民，10分钟后静静地趴在地面上。郭开民离开空间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灰狼身后，咔嚓一声，灰狼吃痛站起来跑，没跑2步就趴在了草地上。郭开民赶紧趴在狼身上压住他，左胳膊紧紧地勒住他的喉咙。你吃了三娃子，咬死赵二雷家的羊，跑到我家想害我的亲人，你必须死，死吧！大灰狼终于停止挣扎，郭开民带着死狼一起进空间，去池塘边喝几口泉水，将三娃子的头骨包起来，把灰狼装进麻袋里。离开空间，一路来到树林边缘，进村看见大队长孙玉厚和会计马大莲在墙上写标语。玉厚叔、大莲叔、赵田叔去哪了？老赵刚回家，翠花嫂子心里难受，他回去看看。饿狼咬死了二雷家的羊，估计翠花嫂又想起了三娃子，多好的孩子啊，造孽啊！谁说不是的？三娃子聪明懂事，每次见我都喊叔叔。可惜，你们先忙吧，我先回家一趟。来到赵田家，看见赵强坐在板凳上发呆。四娃子，你爸你妈在家吗？找我有事，有点小事。郭开民扛着麻袋走进堂屋，看见了赵田的妻子古翠花、大女儿赵秀芝和二女儿赵美玲。婶子、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好。郭开民打开麻袋，狼。赵田转身跑进西屋，拿着步枪出来，火速往枪里装子弹。赵叔别开枪，他已经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从哪弄的狼？用你家铁锤在树林里打的。郭开民又将装有头骨的盒子打开，头骨是在狼窝里捡的，应该是三娃子，是这条狼杀害了三娃子。婶子，你别吓我，你帮三娃子报仇，好孩子。我古翠花泣不成声，赵家姐妹急忙拉她起来，扶古翠花去休息。堂屋里只剩下赵田和郭开民。早上你找我借枪打狼，我心情不好骂了你，以后你不用借了。这把枪跟了我10年，现在连同这100发子弹都送给你。谢谢赵叔。这件事你不要声张，我给你开介绍信，你去供销社悄悄的卖掉，或者去留村集市里悄悄的卖掉。谢谢赵叔，我知道了。赵叔觉得这头狼能卖多少钱？供销社最多给你40块钱，如果遇见皮匠，至少卖50。可惜我不认识皮匠。孩子，叔记住你的恩。现在我啥也不说，以后你就瞧好吧。我给你开介绍信。几分钟后，一张介绍信放在郭开民手里。赵叔，我先回家了。狼必须尽快卖掉，过2天一腐烂就不值钱了。正好今天留村大队有集市，你去碰碰运气吧。郭开民扛着麻袋直接去留村集市，刚到集市外边就被3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拦住。
你是哪个队的？布袋里装的什么？我在山上打死了一头恶狼，准备拿到留村集市上去卖，却被3个民兵给拦住了。同志，让我看看你的介绍信。同志你好，我是赵村生产大队的郭开明。赵村哪个队的？你家大人叫什么名字？赵村第18生产小队。我父亲已经去世，我母亲叫刘月娥。刘月娥，你大舅是不是留村大队的刘建强？是的，我二舅叫刘建国。郭开民的老娘家就在留村生产大队。行，你过去吧。郭开民走进集市里，发现大部分摊位经营各种粮食蔬菜，有小麦、玉米、菠菜、土豆等等。供销社也会来集市上设置摊位，从农民手里采购鸡蛋、野兔、黄鼠狼等各种紧俏商品。各位领导好，请问你们回收野狼吗？野狼3毛钱1斤，你这孩子有能耐打狼？没有，我随便问问。那头灰狼有100斤，能卖30块钱，能买许多粮食。大旱灾就快来了，我必须准备至少3年的口粮。小兄弟会打狼吗？郭开民摇摇头，转身走进集市旁边的小树林，把猎枪装满子弹，把狼装进麻袋，扛着麻袋去找采购员卖狼。迎面遇见刚才的2个人。我叫巴特尔，交个朋友吧。巴特尔先生好。他是我的兄弟马武，我想买麻袋里的狼。郭开民大吃一惊，后退2步，一脸警惕，随时准备动意念进空间。别紧张，我在草原长大，能闻出狼的味道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想买狼。老弟，双喜烟4毛钱1包，你再看看我们的衣服，我们能吃掉你的货。我的狼是100斤的公狼，狼骨狼肉3毛钱1斤卖给你们，狼皮我不卖。狼身上就狼皮值钱，如果只卖狼肉，我最多给你2毛钱。猪就是这个价。不行的，你是草原人，应该知道狼皮和狼骨的价值。兄弟回家喝口茶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郭开民仗着自己有空间，也不怕他们黑吃黑。3人离开集市，走进留村一座民房。货是好货，可惜我的钱不够。什么意思啊？巴特尔老哥想做无本的买卖。老弟别误会，我们是正经商人。是吗？老弟别误会，钱不够我有货，你等我去给你拿好东西。几分钟后，巴特尔抱着一卷浅黄褐色的布匹进屋。这是进口的高档卡其布，我认为这是你想要的东西。郭开民确实需要它，一家5口，每人只有1件衣服，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有，身上的衣服都能当镜子用了。老哥真厉害，这么紧俏的货都能搞到，这是苏联的走私货。你别管它是从哪来的，你就说想不想要吧。我们老八手眼通天，你想要什么他都能帮你搞过来。是吗？麻烦老哥帮忙搞个智能手机，钱不是问题。手机是不是家里养的土鸡？用不换狼也不是不行。我想知道你的布怎么卖？1块4毛钱1尺，你去供销社买1尺卡其布需要1尺布票加7毛钱，去黑市买就是1块4毛钱。老弟你别嫌贵，这种高档布有价无市，供销社只卖花布和棉布。郭开民考虑半分钟，点点头。现在找不到会扒狼皮的皮匠，只能接受钱和不换狼肉的提议。巴特尔把狼吊起来，拿出专用刀具，从脚趾头开始剥皮。2个小时后，完整的狼皮剥下来，马武和郭开民一起用擀成过磅，被扒了皮的狼整整80斤。老八哥，80斤狼肉正好24块钱。我只有10块钱现金，剩下的14块钱让我用布抵账吧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得多给我2尺布。你就别占我的便宜了，我免费帮你揉狼皮筒子行不行？揉狼皮筒子能累死人，如果不是为了以后继续合作，你想揉狼皮筒子至少给5块钱加工费，所以你就认便宜吧，老弟。那行吧。马武把狼肉和狼下水分别打包装进麻袋里。老八哥，我去镇上卖肉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老弟以后再打到狼、鹿、野猪这些大家伙就来找我，我的价钱肯定比供销社给的高。可以的，合作愉快。你想要什么货也可以来找我，除了飞机我都能给你搞过来，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通通没问题。能不能先给我搞个直径50公分的大铁锅？直径？你说的是4印锅吧？大概就这么大，家里的陶锅只能煮粥，不能炒菜。有点难啊，兄弟。从供销社买铁锅需要铁锅票再加5块钱。现在的钢铁是货真价实的紧俏货。这年头有不紧俏的东西吗？你给我10块钱，我给你搞个旧的。郭开民想起空间里的铁矿山，萌生了炼铁的想法。老八哥知道怎么炼铁吗？那谁知道，县北的铁山公社满地都是炼铁炉，你去学习一下就知道了。不过炼铁需要铁矿石，你有了。你要是有铁矿石，就别想着炼铁，直接找个铁匠给他铁矿石，让他给你打铁。我只是随口那么一说，俺村没有铁矿石。巴特尔开始揉狼皮筒子，他先取出狼的脑浆放在盆里，加入热水制成揉制剂，然后把狼头和2个狼腿放在锅里煮，接着把揉制剂均匀地涂抹在狼皮上。等狼皮吸收完揉制剂，巴特尔从锅里取出狼头、狼腿，用小刀剔除碎肉，拿出钢锯，小心翼翼锯掉2颗狼牙，据说可以辟邪；又锯掉2个狼臂骨，据说戴在身上可以招财进宝、同赌必赢。狼牙和狼臂骨能卖多少钱？反正没有狼皮贵。巴特尔把毛皮放在绳子上不停地摩擦，每一处毛皮都要经过拉伸才能变得柔软。10分钟后，汗水踏湿了他的衣服，
1个小时完成软化，把狼皮挂在架子上，用炭火烤，烟雾从狼屁股进去，从嘴里出来。又过3个小时，狼皮被烘干。谢谢老哥，这张皮能卖多少钱？卖40块钱没问题。明天我去省城，你有想要的物件吗？我给你带。暂时没有，以后再联系吧。郭开民来到刘村集市，发现摊位已经寥寥无几，只剩下一个卖红薯的老大爷。红薯咋卖的？5分钱1斤，4分钱1斤，我全要了。哟吼！掏钱，100斤红薯4块钱。郭开民扛着红薯往家走，先凑合着吃吧，明天把狼皮卖了再买小麦。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把红薯扔进空间，加快脚步往家走。刚走3里路，天就黑了。我用捕杀的100斤大狼换了10块钱和一匹高档布料，并买了100斤红薯作为全家的口粮。天黑回到家，二妹和2个弟弟看到我哇哇大哭。你去哪了？一整天都不回家吃饭。我们以为大哥被狼叼走了。我去集市上办点事，咱妈呢？话音未落，院子里来了一群人。古翠花开始数落。出门办事也不跟家里说一声，害你妈担心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让你妈怎么活？开民啊，以后再出门办事跟你妈说一声不吭就走，算怎么回事？刘月娥绷不住掉眼泪，一群人赶紧劝，郭开民赶紧道歉，送走古翠花等人。郭开民陪老妈说话。孩子，你二雷叔是个好人，以后他家有事你多帮帮忙，喝点汤吧。羊汤。你也知道二雷家的羊被狼咬死了，供销社只要大母羊不要小羊羔，他把羊羔包了给咱家送了1碗汤。你二雷叔没得说，你二雷婶天生就是刻薄人，以后看你叔的面子，跟他家多来往。知道了。妈，你闭上眼，给你个惊喜。3更半夜要啥惊喜？赶紧睡觉。刘月娥嘴上这么说，还是用手捂住了眼。现在可以放手了。卡基布，卡基布，哪来的布？你别激动，先听我说。郭开民开始讲故事，从早上发现恶狼进家寻仇，然后借赵田的枪去森林里打狼，打死狼去刘村集市上出卖了狼，买了布。你敢进树林里打狼？你想气死我？郭开民赶紧编瞎话。昨天夜里睡觉的时候梦见我爸，他说家里有狼，让我别出去，狼等不着我就咬死了二雷叔家的羊。幸亏昨天你们没有出来上厕所，狼很记仇，还会过来害咱们。我爸让我去杀了他，我能杀狼全靠我爸在天之灵的保佑。还有我在狼窝里找到了3娃子的头，就是这条狼吃了3娃子。难怪赵田支书突然照顾我，把我调到大队给王秀芬打杂。王秀芬是大队的妇女队长，跟着她打杂肯定比下地干活轻松。你爸说的对，狼很记仇。解放前咱村张麻子打死了一头有小崽的母狼，几天后狼群就跑到他家咬死了他全家，左邻右舍的羊他们都不咬。说个轻松的话题吧，这是一张布料够给咱全家做一身新衣裳吗？你这孩子拎不清，卖狼的钱先买粮食啊，家里缺粮食不缺衣裳，你还剩多少钱？还有9块钱，我买了100斤红薯。100斤红薯够吃很多天，家里有粮心里不慌。3尺不能做一套大人的衣服，10尺不足够给咱们全家做新衣服。郭开民拿出3块钱给他，儿子孝敬您当私房钱，明天我就去镇上买小麦。不买小麦买玉米，小麦3毛，玉米2毛，我不要钱，你都拿去买玉米，我啥都不懂，你就是我的主心骨，不用给我私房钱。别这么说。母子2人又说了一大堆贴心话，老妈抱着布料开开心心的走了。郭开民躺在床上睡觉，窗户外又响起老妈的声音。改天让你赵田叔跟你一起去赶集买玉米，你二雷叔也行。知道了，你去睡吧，别忘了给我做衣裳。早上起床看见古翠花和她的2女儿赵美玲过来帮母亲做衣服。古阿姨好，美玲姐姐好。这孩子嘴真甜，二丫头去给开民量量。赵美玲拿着软皮尺走到郭开民身边，郭开民张开双臂配合她测量3围身高和臂长。二丫头快找婆家了吧，感觉这2个孩子挺般配的。美玲姐姐遗传了古婶子的贤惠，将来肯定嫁到城里吃上品粮。妈，我去找二雷叔办事，中午别做我的饭。郭开民想从赵二雷嘴里打听光明镇黑市的位置。半个月前，12队的赵承旭黑市买体锅被公安抓住，支书去公安局跑3趟都要不回来人，你还是去集市买粮食吧。二雷叔，俺家快断粮了，等不及。支书给我开了介绍信，放心吧，没事的。这年头儿谁家不断粮？我请1天假，跟你一起去吧。郭开民婉言谢绝，缠着他要到了光明镇黑市的位置，步行20里路，用了3个小时来到光明镇，又累又耽误时间。要是能买辆自行车就好了。刚到镇上就被光明公社的民兵盘查，拿出介绍信蒙混过关，直奔黑市。2个工作人员拦住郭开民，这里是马三爷经营的地盘，知道规矩吗，小伙子？郭开民掏出5分钱给他们，然后走进黑市。这里有穿破烂衣服的农民，有穿卡其布的商品粮户口，还有穿布拉吉的妇女。大娘，你的小麦多少钱1斤？不要钱，只要工业票。俺家娶儿媳妇要买个暖水瓶，需要工业票。这时，一个青年过来买粮食，
一番讨价还价后，用3张工业票买走了老太太的粮食。郭开民只能去下一家，结果8个卖粮食的老板只要工业票和粮票，一打听才知道工业票和粮票不分配给农民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一个要现金的大叔。郭开民用8块钱把他的小麦全部打包，总共27斤小麦，身上就剩1块钱，继续去找粮食。在一个卖布鞋的摊位前停住脚步。小同志买双鞋吧。大姐的手艺真是太好了，最爱穿的鞋就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。我的手艺只能说一般吧，我爱人在皮革厂上班，这几双鞋都是他做的。皮革厂？郭开民从麻袋里掏出狼皮筒子。皮革厂收不收狼皮？我这个狼皮大概能卖多少钱？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筒子品相很好，我觉得能卖50块钱，你可以去皮革厂问问。你这6双鞋、6双袜子总共多少钱？等我卖了狼皮就来找你买鞋。3双大鞋12块，3双孩子鞋9块，6双袜子4块，总共25块钱吧。郭开民点点头，扛着布袋走人。忽听身后有人喊：“小伙子，过来玩个小游戏吧。”说话的中年汉子叫李志和，面前放着个小木桌，有2个小碗、3个塑料球和1根筷子，身边围着5、6个人。郭开民看这些道具，瞬间明白他是玩3仙归洞的手艺人。小伙子玩玩吧，你要是赢了，这袋小麦就是你的。李志和对狼皮很感兴趣，他的麻袋里装着200斤小麦。改天再玩吧，我没钱。我来试试。同志，你说怎么玩？李志和用左边的碗扣住1个塑料球，用右边的碗扣住2个塑料球，慢悠悠变换2个碗的位置，倒腾5、6下，用筷子指着碗。你猜这2个碗里有几个球？5毛钱猜1次，猜对给你1升小麦，猜错你给我5毛钱。这还不简单？你再重新做一遍。郭开民已经确定卖鞋大姐是个托，目的是忽悠她入局，暗暗考虑要不要赢走她的200斤粮食。雷神眷顾我，把我批到了挨饿的50年代。为了活命，我与恶狼进行生死搏斗，最终完胜，扛着狼皮跑到黑市寻找买家，却被玩3仙归洞的秃头男给盯上。李志和用小碗扣住小球，缓缓变换2个碗的位置，停下来晃晃手里的筷子。猜吧，这里1个球。确定吗？确定，开吧。左边的碗被李志和掀开，果然只有1个球。恭喜，我这1升子就是3斤麦子。吃瓜群众们交头接耳，1斤麦子在黑市卖3毛钱，5毛钱买3斤，当然大赚特赚。小同志玩一把，你肯定也能赢。郭开民笑而不语。我也来一次。李志和使用同样的套路玩3仙归洞，最后女青年也用5角钱赢走3斤小麦。接下来陆续又有5个人从李志和手里赢走麦子。小同志玩一把，很简单的。卖鞋大姐再次怂恿。好吧，先玩1块钱的试试手气。我接了。李志和用左边的碗扣住1个球，用右边的碗扣住2个球，左右变换几次，用筷子敲碗底。小同志猜猜看，这个碗里没有球。你再想想，这里肯定有球。这位女同志别开枪，小同志确定没有。李志和慢慢打开碗，果然没有球。吃瓜群众们都震惊了。小同志运气真好。李志和装2升麦子递给郭开民，郭开民把钱和小麦都放在桌子上。再玩一把，如果我赢了你，给我4升麦子。接了。李志和加快了变换小碗的速度，附近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。这个碗里没有球。小同志看走眼了，哈哈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看得很清楚，碗里没球。你看走眼了。李志和拿起赌桌上的1块钱装兜里，把麦子重新倒进自己的麻袋里。郭开民咬咬牙，把狼皮放桌子上。你的麦子有200斤，咱们玩把大的，我赢了你就把这袋麦子给我。呵，我接，我赢了，狼皮就是我的。李志和强压着心头的激动。小兔崽子终于入局了。李志和故技重施，快速转动2个碗。猜吧。郭开民知道3仙归洞的核心是在开碗的瞬间把球从碗里取走，藏在指缝里，或者把藏在指缝里的球放在碗里。不管怎么猜都会输。这个碗里没有球。郭开民还是指着左边的碗，给出和前2次相同的答案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郭开民集中精力动意念，在对方掀碗放球的瞬间，把球收进空间。反正都是作弊，咱们大哥不说2个。小同志你输了，哈！李志和突然瞠目结舌，赌桌上空空如也，1个球都没有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明明把球放。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你失手了。郭开民笑呵呵，把狼皮筒子装麻袋里，走到粮袋旁边，扛走200斤麦子。你作弊，这把不算数，拿着你的钱给我滚蛋！吃瓜群众见他们身上有刀子，都担心惹祸上身，也不敢多管闲事。赌输耍赖这种事并不新鲜，玩不起就不要玩嘛，出尔反尔是不对的。郭开民转身走进小树林，悄悄进入空间，开上帝视角监视李志和以及他的同伙。因为公开耍赖，没人在玩游戏，李志和马上收摊走人。1个同伙扛着表演用的桌子，另1个同伙扛着装满粮食的麻袋。刚走进树林，就有人大声喊：“快跑啊！公安来了！”黑市里瞬间乱成一团。买家卖家拎着各自的东西四下逃散，被抓的后果是钱物全部没收，超过一定数额还会判刑。李志和的2个同伙马上把粮袋子、表演3仙归洞用的道具和身上的匕首全部扔地上，撒腿就跑。李志和心疼坏了，骂句脏话，转身跟着他们跑。郭开民趁机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收走。刚进空间，就听见了李志和的惨叫。
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鬼手李志和吗？今天又骗了多少人？我没骗人，我就是来这里转转。郭开民白嫖200斤粮食很开心，这时看见卖鞋的妇女拎着提篮跑进树林，马上动意念把她的提篮收进空间，丢了提篮的妇女转身找提篮，下一秒就被几个公安抓住摁在地上。看着满地的好东西，郭开民突然就有了零元购的想法。这里的东西越少，道爷们罪恶也就越轻吧。郭开民秒变正义的化身，帮同志们减轻罪恶，用意念收刮几箩空玉米，接着又收集铁锅、斧头、铁条各一个，零元购4筐玉米，大概100斤，加上迎来的200斤小麦，足够全家人吃上2个月。还有6双给薛家6口人量身定做的布鞋和毛线袜。卖鞋的大姐，玩3仙归洞的大叔，你们为什么要惹我呢？这时7、8个民兵开始收集赃物。他奶奶的真倒霉！之前清理黑市至少搞2件铁家伙，这次1件都没有。就是啊，连一把铁锹都没有。难道现在倒爷越来越穷了？行了，别抱怨了，大鱼都被县里的民兵抓走了，咱们吃小虾米就烧高香吧。一直等到下午2点，树林终于安静，步行20里回到家。大哥，你知道吗？咱妈要给咱们做新衣裳。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煮2个红薯片。别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回到卧室，从空间里卸货，先把200斤小麦吃掉，再把玉米拿出来，否则老妈肯定会把小麦面粉和玉米面掺起来吃。拿着铁锅和斧头进厨房，以后用铁锅做饭。现在去烧热水，给弟弟妹妹们洗脚。大哥，哪来的铁锅和斧头？反正不是偷的。郭开民拎着斧头去院子里劈柴，郭开玲端着热水给小家伙们洗脚。这是给你们买的新鞋，以后你们每天都要洗脚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大哥真好，嘻嘻。好了，别闹，大哥，都坐好，我给你们穿新鞋。都记住哈，穿新鞋不踩臭狗屎。记住啦。郭开民打盆水让郭开玲坐在床上给他脱鞋洗脚，发现他的2个大脚趾的指甲盖被某种树叶包着，外面还用缝衣线捆着。脚怎么了？郭开民解开细线拿掉树叶，发现指甲盖上有2团奇怪的东西，很像某种花朵被揉碎后的样子。什么？这是凤仙花，美玲姐给的小桃红，让我染指甲。呵呵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害什么羞啊？哥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不能跟别人说。美玲姐让我问问你，你喜欢她吗？干嘛？她想当你嫂子。你杀狼给3娃子报仇，还找到了3娃子的头。她说她想报恩，以身相许是吧？小丫头片子懂个屁啊！等你们4个都结婚了，我再结婚，她肯定等不及的。下来试试合不合脚。大小正合适，大哥对我们真好。长兄如父嘛。等你们都结婚了，记得经常买酒孝敬哥。鞋和粮食都是卖狼的钱买的，跟我去磨面，咱们晚上吃白面馍。郭开玲捧一把小麦盯着看，生怕一眨眼小麦就会飞走。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大哥，你掐我一下。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以后咱们只吃小麦，不吃杂粮。等我买几头小猪，咱们就用玉米喂猪。在这个连温也解决不了的50年代，男子竟然在黑市陵园购得到了200多斤小麦，开开心心的跑回家。郭开民一大早就去支书家借鸡公车和罗网，用鸡公车推着粮袋子，带着弟弟妹妹去村里的磨坊。支书家的2闺女赵美玲过来帮忙，众人用粗箩筛出麦子里的小石子、土克拉、麦糠等杂物，筛好的麦子倒进木桶里，洗掉灰尘和杂质，在清水里浸泡30分钟左右。郭开民化身小毛驴，用力推动上面的磨盘。郭开玲和赵美玲把磨出来的半成品面粉倒进细箩里开始筛。赵美玲时不时偷看郭开民，看着婷叔为啥这么有力气，一直推着磨盘转悠不带休息的，生产队里的驴都没他能干。美玲姐有没有相中我哥？昨天他还给我洗脚呢。不过你哥真有本事，竟然能买到麦子。用了1上午时间，把200斤小麦磨成了140斤面粉和60斤麸皮。收拾工具回家时，郭开民看见一个7、8岁的小孩一直看他们磨面粉。郭二蛋，你看啥？郭二蛋转身沿着小路离开，他是便宜三伯的小儿子。走吧，别搭理他。回到家，郭开民拿10斤麸皮给赵美玲，谢谢你过来帮忙，这点麸子拿回去喂你家的老母猪吧。赵美玲带着10斤麸皮，美滋滋的走了。10分钟后，送来1碗腌红萝卜和2块发面用的酵母。中午老妈没回家吃饭，自从跟了妇女队长打杂，每天她都能在大队里蹭饭吃。郭开民开始发面做馒头。二妹你照顾弟弟，大妹跟我做馒头，晚上给咱妈一个惊喜。好呀，能吃白面馒头啦！兄妹2人用擀面杖不停地压面，不停地揉面团，一边揉一边在面团上撒干面粉。面团揉好后就可以放在锅里蒸了。突然感觉有人偷窥，抬头透过篱笆院又看见郭二蛋，这小子鬼鬼祟祟，转身又跑掉了。大妹，以后家里没人的时候把门锁好。他要是敢偷咱家的东西，我打死他。郭开玲最讨厌的人就是郭二蛋，之前没分家时没少被他欺负。很快锅盖上冒出了丝丝青烟，2个小家伙围在灶台旁边等着吃馒头。二妹把咸菜都切好了。黄昏时分，刘月娥下工回家，看见孩子们都在厨房里忙活。干啥呢？锅里煮的啥？你回来的真巧。郭开民伸手揭开锅盖，刘月娥瞬间惊呆，四弟郭开清伸手抓馒头，结果被烫，赶紧撒手眼巴巴的看大哥。老弟心急吃不了热馒头。郭开民拿出4个馒头分给弟弟妹妹，小家伙们顾不上热，跑到院子里大口吃。妈，你也吃个。
好筋道的馒头，好些年没吃过白面馒头了。那就多吃几个，又筋又软又甜，我揉的馒头真好吃。大哥，明天还能吃白馒头吗？都说长兄如父，让你们顿顿吃饱饭是我应该做的，虽然很艰难。刘月娥盯着面缸看了很久，磨这么多面粉至少需要200斤麦子，卖狼肉剩下的钱不是都被你买鞋了吗？郭开民当然不能告诉他全家鞋和小麦是零元购，笑着撒个小谎。有人出60块钱买我的狼皮，我就买了200多斤小麦。狼皮这么贵？当然，皮匠买狼皮做成狼皮袄，卖给城里的有钱人，穿在身上既保暖又上档次。妈，等我再打几只狼，也给你做个大袄。胡说八道，我又不是城里人，这些夫子拿到供销社卖了吧，咱家没有猪和鸡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们努力干活，一切都会有的。家里没猪立不起门户，再苦再难也得买个猪。晚上郭开民躺在床上，决定明天去卖狼皮，然后去养猪场买个小猪。第二天早早起床，吃了2个馒头，步行8里来到刘村找巴特，却发现大门紧闭。找邻居打听，原来老巴去了省城。步行12里来到供销社卖狼皮，这么完美的狼皮供销社只给18块钱，气得他扭头就走。一路打听来到皮革厂询价，厂家表示不能从私人手里收购皮草，只能从供销社和食品站收购。郭开民二话不说直接回家，打算等巴特尔回来把狼皮卖给他。到家门口发现二妹正和一个男孩抢夺馒头，男孩用力把郭开颖推倒，抱着馒头就往嘴里送。郭开颖爬起来抱住他的手，这是人家的馒头，大哥他偷咱家的馒头。偷馒头还打人是吧？放开我，我让俺爸打死你！郭二蛋低头咬郭开民的手，郭开民直接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大哥，大姐带着弟弟出去玩了，他趁我去厕所时偷咱家的馒头，还打我的头。郭开民把妹妹抱在怀里，飞起一脚把郭二蛋踹个咕噜。你是不是想死？郭开民，你该死了！我回家让我爸打死你，让他打死你！啪的一下，郭开民又给他一耳光。滚回家，叫你爹过来，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郭二蛋双手捂着脸跑回家告状，郭开颖窝在大哥怀里哭。大哥，大哥，别哭了，馒头没被抢走，你是好样的。这时大人们已经下工，郭二蛋在家门口遇见了爹和大伯。爸，大伯，郭开民打我。在这个全村还在啃窝窝头的50年代，这个男子已经带着全家吃上了白面馒头。堂弟看到后直流口水，偷拿他家馒头被发现后，郭开民直接给他打了回去。郭三刀看到儿子被打，直接拎着斧头去找郭开民算账。郭开民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老子今天非劈了你不可！我爹死了，我妈是寡妇，你们就来欺负我是吧？郭开民，当心走火！便宜大伯郭大军吓出一身冷汗。郭三刀手一哆嗦，斧头正好砸在大伯腿上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却不敢动。三伯，郭二蛋偷我家的馒头，还打伤我妹妹，这笔账怎么算？郭三刀转身一巴掌甩在郭二蛋脸上。很好，斧头留下，从我家里滚出去！你若不服，就叫上郭老栓一起过来找我报仇。当天晚上，刘月娥气得不行。郭二蛋天生的坏种，郭三刀不是个东西。孩子打得好，你知道当初他们是怎么欺负咱家的吗？别生气了妈，郭家人再敢过来搞事，我就打爆他们的头。不生气，我觉得很解气。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，谁想欺负我就得好好掂量掂量。刘月娥出完恶气，突然担忧起来。孩子，以后可不能再拿枪口对着人了，万一枪走火，你让娘怎么活？支书已经知道了今天的事，他让我提醒你不要随便在村里动枪，毕竟你的猎枪是他送给你的。明白了。大哥，我要跟你睡。可以是可以，但你不能尿床。人家去年就不尿床了。第二天，郭开民拿4个馒头装进书包，步行去北边的森林里打猎。找了一中午，没有找到狼。郭开民坐地上吃馒头填饱肚子，喝了一碗灵泉水。忽然前方灌木丛里有异动，郭开民马上起床打开保险。片刻后，一条野狗从灌木丛里出来。郭开民端着枪继续赶路，大黄狗却摇着尾巴追上来。郭开民从书包里拿个馒头丢给他，吃完了就滚蛋吧。我妈要是知道我用馒头喂狗，肯定气哭。没想到大黄狗不吃馒头，竟然吃草。郭开民有些懵逼，忽然想起刚才把漱口的灵泉水吐在了草地上。难道大黄狗喜欢喝灵泉水？想到这才从空间里舀一碗泉水放地上，大黄狗马上跑过来大口喝水。原来你也喜欢喝灵泉水，鼻子很灵吗，老伙计？只要你能帮我找到狼或者野猪，以后就跟着我混。白面馒头和灵泉水管够。大黄狗2口吃完地上的馒头，迈步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用鼻子闻。2个小时后，在一片小树林里，郭开民看到了一群狼正在围攻一头野驴。我的天，竟然是狼群！野驴拼命往前奔跑，目标是前边的小河。只要跑进河里，狼群就会放弃追杀，因为犬科动物的属性不好，在水里的战斗力会大打折扣。郭开民没有着急开枪，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是最香的。野驴屁股后面的狼越来越近，突然带头的3条狼向野驴扑过去，野驴后退一踢，3条狼摔在地上，生死不明。俺们农村有句老话，千万不要站在驴屁股后面。当野驴跑到河边时，他就站在河中央和4条恶狼对峙。郭开民深吸一口气，瞄准第1条狼的心脏，啪！第1条狼死翘翘，剩下的3条狼转身就跑。郭开民拉大栓扣扳机，打死第2条狼。
第3枪放空了，最后的2条狼逃进树林里，消失不见。大爷的，跑那么快干嘛？郭开民用意念把5条狼扔进空间，突然野驴郭开民赶紧下河跑到他身边，动用意念把它也丢进空间。野驴浑身是血，鼻孔里喘着粗气。大黄狗突然跑到驴屁股后面汪汪叫。郭开民过去一看，好家伙，野驴产出一只小驴驹，生产完的母驴已经油尽灯枯，无法战胜死神。哎，驴姐，谢谢你帮我多杀3条狼，如果没有你帮忙，我手里的枪最多杀2条。说完，拿起铁锹就地挖坑，费尽9牛2虎之力把母驴埋在空间里。看着小驴驹，郭开民突然有些头疼。小家伙刚出生就没妈，我应该去哪里搞奶水养活他？郭开民处理完狼肉不敢回家，就在空间里睡觉。第2天早上被狗叫声吵醒，把小驴留在空间休息，带着大黄来到刘村生产大队，一路打听来到二舅刘建国家。姥姥，二舅在家吗？我是开民。是开民来了。姥姥郭秀花有2子3女，老妈刘月娥是小女儿。姥姥，我是开民。好孩子，你妈来了没有？过几天她就过来看您。我来的太急，没带什么好东西，这2个山鸡蛋您留着吃。不要不要，拿回家给你妈吃。你先听我说，我是来借鸡公车的，用1天到晚上送过来。这2个鸡蛋你留1个，给俺二舅1个。你把车推走吧，你二舅回来我跟他说。郭开民推着鸡公车离开二舅家，还没出刘村就遇见了二舅母。谁让你推的车？我与吕姐强强联手，打死了5条狼，准备借二舅家的鸡公车到供销社把狼肉卖掉。还没走出刘村，就碰见了极品二舅母。郭开民正想解释，这时走出一个背着步枪的女人，正是上次来刘村赶集时盘查介绍信的女民兵刘荣。大妹子，她偷我家的车，快把她抓起来！韩盼娣张嘴就是扣帽子。怎么回事？刘荣忽然觉得郭开民有些眼熟，仔细一想也就想了起来。韩大姐搞错了吧？她不是赵村生产大队你的外甥郭什么来着？我叫郭开民，我借车时姥姥在家，是我姥姥把车借给我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家里问我姥姥。这是我的车，她凭什么做主？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推我的车。大妹子，你说这不是偷是什么？不想借就不借，污蔑人干什么？我也不白用你的车，我留了1个山鸡蛋让姥姥交给你。你拉倒吧，你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哪里有鸡蛋给我？拿我当3岁小孩啊？韩大姐，不要乱扣帽子。郭开民，你等着，我家的车借给你。不一会，刘荣从家里推出来1辆鸡公车。荣姐姐，我不白用你家的车，这碗小麦你拿着。你这孩子怎么跟舅妈开玩笑？咱家有车就别用外人的车了。好家伙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二舅母，我觉得我不配用你家的车，还是用外人的吧。说完推着车就走。韩盼娣的脸色无比难看，想破口大骂，却被刘荣一个眼神瞪回去。不要在大街上撒泼丢大队的人。大妹子，这碗麦子本来是俺外甥给我的，分给我1半吧。你还是要点脸吧。韩盼娣的肠子都悔青了，越想越生气，突然又想起了郭开民说的那2颗野鸡蛋，急忙推着鸡公车回家。刚才郭开民给的野鸡蛋你放哪了？老太太看着鸡公车，眼中闪过了一丝痛苦。他家哪有鸡蛋给我呀？你别骗我！韩盼娣气急败坏，跑到堂屋翻箱倒柜，几分钟后没找到鸡蛋，韩盼娣更加气急败坏。都是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，滚到你闺女家住去吧，死了都别回来。老太太走出门，走到房子后面，从一堆沙土里扒出2个野鸡蛋，装进兜里，慢慢的向赵村走去。走到去赵村的大路上，看见姥姥的背影，郭开民担心姥姥。大黄，你通人性，帮我送姥姥回家。现在天热，我必须尽快卖掉狼肉。大黄摇摇尾巴，一溜烟跑过去。郭开民终于放心，加快脚步去光明镇。途中路过光明公社食品站，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，一眼望不到边。都排好队，再不排队，老子就不卖了。天不亮就过来排队，半山肉排到我这就没了。你告诉大伙肉都去哪了？俺家2个月没吃上肉，告诉大家伙肉去哪了？一时间人声鼎沸，卖肉大汉一刀劈在肉案上，肉都被我吃了，被老鼠拉跑了。再敢说废话，今天的肉就不卖了。郭开民有点吃惊，没想到猪肉供应这么紧张。很快猪肉售罄，卖肉大汉快速收摊。没买到肉的同志只能一边抱怨一边回家。郭开民跟在一个装戴眼镜的中年人身后，悄悄尾随来到一片居民区，大门的左边挂着一个木牌子，上面写着红星罐头厂家属院。原来是罐头厂职工宿舍，现在的工人待遇非常好，手里应该有买肉的钱。郭开民跟着他来到他的家门口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空间里拿出鸡公车，把装狼肉的麻袋和装狼皮的麻袋放在鸡公车上，推着车来到眼镜男家门口，轻轻敲门。同志，请问你找谁？郭开民不说话，直接打开麻袋。眼镜男周勇大吃一惊，急忙让郭开民进门。同志，什么肉？狼肉，猎枪打死的。同志，你想怎么卖？6毛钱1斤，不要票，不限量，随便挑。我要10斤胸脯肉。你去找个秤，我多给你2两。郭开民拎着刀切割狼胸，第1刀是8斤半，第2刀是2斤，加起来一共10斤半。10斤半6块钱，多出的半斤值天头。我想用你家的秤，肉钱你们先拿着当押金，等我卖完肉用秤赎回押金，或者你们直接把秤卖给我。同志，你的话不恰当，秤可以借不能卖。
同志，请问你们有奶粉票吗？郭开民想搞些奶粉喂养小驴驹，奶粉票只会分配给奶水不够的富人，普通家庭根本没有。这么紧俏吗？还有一种途径可以得到奶粉票，农民卖给食品站生猪，国家奖励奶粉票或糖票，100斤猪奖励半斤票。谢谢同志。小同志要牛奶票吗？我家里还有3斤牛奶票，供销社里的奶粉卖5块钱1瓶，很贵的。牛奶票怎么卖？我们不知道卖多少钱合适，你先去卖肉吧，等你还秤的时候再商量。可以的，谢谢同志。郭开民在罐头厂家属院挨家挨户卖狼肉，现在肉食品供应相当紧张，家家户户就没有不要的，有个大家庭甚至买了15斤。3条狼很快卖的只剩30斤肉，总共卖了40块钱和30斤牛奶票。一个老太太跑过来，小同志先去我家。小同志，剩下的肉够不够20斤？郭开民切20斤肉给他，6毛钱1斤，您给我12块钱，2斤牛奶票抵1块钱。小同志，你看看，这是10斤牛奶票。郭开民点点梳妆兜里，正好10斤，谢谢您。这个能抵多少钱？老太太把圆形铁盒递给郭开民，盒上写着红星牌全脂甜奶粉。我不要。郭开民把奶粉盒还给他，眼里闪过一丝厌恶。民间有4大缺德事：踢寡妇门、挖掘户坟、骂哑打瞎以及吃月子奶。奶粉是国家分配给奶水不足的妈妈的，是婴儿的口粮，所以郭开民不要，要了这盒奶粉就是吃月子奶缺大德。小同志别误会，俺的小孙子吃奶粉拉肚子，正好俺闺女也生儿子，现在俺孙子吃俺闺女的奶。郭开民信了他的话，肠胃不好的婴儿吃奶粉确实拉肚子。你家的奶瓶也给我吧，不知道奶粉加奶瓶够不够肉钱？够的，我去拿。老太太送郭开民出门，门外一个7、8岁的小丫头拉住郭开民的袖子。去我家吧，大哥哥，俺爸马上下班。这是郭皮匠家的闺女郭大侠，他家也想买肉，想让你等他爸回家，他爸在皮革厂上班。好吧。郭开民正愁找不到皮匠处理那3张狼皮呢。院子里，一个4、5岁的小姑娘睁大眼睛，好奇地看郭开民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妈妈呢？她叫郭二霞，是我妹妹，我妈妈去年没了。抱歉。这时有人敲门。大侠在家没有？我是你二红婶。在家，有事吗婶子？俺爸还没有下班。隔壁牛老太太说卖东西的小同志来你家了，我找他买点东西。二红婶，东西剩的不多，俺家都要了。俺爸上班太累，我想给他补身子。给我3斤吧，你家人少，吃不了那么多。小兄弟，给我切3斤，我给现钱。抱歉了，秦大姐，你带我认你家的门，明天或后天等我来了，先去你家。好的，有这话我就放心了。这条胡同最北边，门朝东就是俺家。明天你一定要来啊，我多买几斤。这时，胡同里出现一个男人，郭二霞跑过去，一把扑到他怀里。郭建平抱起闺女，笑呵呵往这边走。回到家，郭大侠介绍郭开民，郭建平一眼就认出了狼肉。同志，谢谢你，我家好长时间没吃肉了。郭建平用5块5毛钱和1斤牛奶换走10斤狼肉，3条狼全部卖完。郭开民拿出3张狼皮给他看，请帮我揉3个狼皮筒子，需要多少工钱？尽管开口。好东西啊，好些年没见过这么完整的狼皮了。小兄弟卖给俺厂吧，这种没外伤的狼皮至少40块钱1张。这么贵吗？你们皮革厂好像不收个人的货吧？上次我去皮革厂咨询，他们说厂里只从供销社和食品站收货。这个我不知道，你想卖货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找个买家。狼皮我就不卖了，麻烦郭大哥帮我揉狼皮筒子。虽然3张狼皮能卖120元，但郭开民还是想留下给家人们做皮衣。现在的冬天非常冷。揉3个筒子，你给我15块钱，我连夜给你揉好，保证100年不变质。郭开民从空间里拿出巴特尔揉的那张公狼皮递给他。如果你揉的筒子有他的水平，我可以给你15块钱。这是个高手，如果来我们皮革厂，至少是个3级工，可以拿45块钱的工资。这个筒子至少卖60元。哦，郭哥是几级工？每个月拿多少工资？我也是3级工，不过工龄不够，每个月只拿42块钱。这也不少了。郭建平干活的套路跟巴特尔一样，3张狼皮需要揉1夜，郭开民只能留宿。郭建平家的生活条件确实不差，郭开民家的主食是红薯野菜汤，他家的主食是玉米面炒土豆。忽然郭开民萌生了一个想法，郭建平官居，我老妈寡居，建平同志也正好姓郭，如果2家人组成一个大家庭也不是不可以。在这个食不果腹的50年代，单身老妈带着5个孩子艰难的生活，儿子却突然萌生了要给老妈找个老伴的想法。郭叔的条件不错，应该有很多人给你介绍对象吧？有没有考虑过重新组建一个大家庭？暂时不考虑，家里的孩子太小，等几年再考虑吧。郭开民不再接话茬，离开郭家去周勇家送秤，拿走5块钱和2斤牛奶票，找个没人的地方进空间。郭开民把牛奶倒进奶瓶里喂小驴驹，把小驴喂饱。郭开民开始数钱
3条狼卖了50块钱和48斤牛奶票。为了养你这个小家伙，我的狼少卖了很多钱，以后记得报答我。赵村郭开明家，郭秀花慢悠悠走进院子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用了一下午，终于到了小闺女家。姥姥妈，俺姥姥来了。妈，你咋来了？郭秀花掏出2个野鸡蛋，把郭开明借鸡公车以及他被二儿媳赶出家门的经过一五一十说出来，说到最后老泪纵横。他韩盼地不是个东西，妈你放心的住下来，有我一口吃的就不能让你饿着。开明呢？他还没有回家吗？妈你别担心，开明越来越能干了。唉，就是这心越来越野，我都管不住他了。男孩子就该这样，过2年娶个媳妇就会收心，这是包在我身上。郭开明离开空间，来到郭建平家。建平叔应该会做皮衣皮裤吧？去我家给我妈我姥姥做一套皮衣需要多长时间？现在做皮衣有点早，还是把狼皮卖掉吧。现在的价钱比往年高太多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大买家。建平叔，你说的大买家有多大？靠谱吗？我建议你把狼皮卖掉买粮食，咱俩非亲非故，我没必要骗你。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？以前厂里每个月给我38斤粮票，2个孩子加起来给30斤粮票。从上个月开始，厂里只给我30斤，2个孩子只给20斤。小郭，你是个有本事的，如果我是你，肯定把全部家当买成粮食。听叔的话，明天把狼皮卖掉，全部买粮食。好的，谢谢老叔的提醒。郭开明按照郭建平给的地址来到公社对面的居民区，一路打听找到牛家小院，上前敲门。同志，你找谁？请问你是牛先生吗？皮革厂郭建平介绍我要饭去别的地方。郭开明皱下眉头，伸出手继续敲门。同志，请问这是光明胡同牛宝林的家吗？俺家没圣魔，你去别的地方问问。好家伙，又被当成要饭花子。都说牛先生为人仗义疏财，没想到也是只认衣冠不认人。让他进来。我不认识郭建平，岳婷去给这位小同志拿个窝头。快走吧，小同志，大清早就来家里要饭，多不吉利啊！郭开明接过窝头咬了一口，装兜里准备拿回家喂大黄。同志，其实要饭并不丢人，我就是吃要饭馍长大的。郭建平让你找我干什么？牛同志不请我进屋喝杯茶吗？喝茶随时都可以，只不过我的茶叶有点贵。你有实力成为我的座上宾吗？想做我牛某人的座上宾也很简单，只要你能拿出让我感兴趣的东西。抱歉，我不在乎什么座上宾座下宾，我只在乎你能不能拿出我想要的东西，比如这个。郭开明弯腰抓住地上的鸡娃，口气不小吗？就没有牛某人拿不出来的东西。粮食布匹、公鸡、母鸡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，只要钱到位，装甲车我都能给你开过来。郭开明从麻袋里掏出4个狼皮筒子，这4个小物件能换一辆装甲车吗？好东西啊！岳婷，泡好茶。老弟去屋里说话。我要1只公鸡，10只母鸡，1只公鹅，10只母鹅，1头公猪娃，1头母猪娃，3只母鸡，剩下的全部要小麦。什么时候有货？货我能搞到，但老弟你可不能这样搞。公社规定每家只能养1头猪，3只鸡，违反规定就是资本主。这个不用你操心，你给我算个账，再给我说个交易时间。请稍等。牛宝林马上掏出纸笔刷刷写字，写完后拿给郭开明过目。11只鸡40元，11只鹅50元，2头猪娃44元，3只鸡娃2毛钱，227斤小麦68元，加起来是200.2元。小麦凑合整数，给我240斤。多长时间可以交货？3天后过来取第1批货。离开牛家，郭开明来到光明镇供销社，打算把用猎枪打死的那2条狼卖给供销社。同志你好，请问这里收狼吗？什么狼？郭开明从麻袋里拎出1条狼尸。抱歉，他已经死了，不能咬人。我去请示领导。我是供销社裴林，小同志把狼拿出来吧。这是我们的裴主任，这几位同志都是我们供销社的领导。领导们好。郭开明从麻袋里倒出2只狼，领导们赶紧出柜台围观。东西是好东西，可惜狼皮被打烂，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。过磅吧，同志，有多重算多重，我给你3毛钱1斤。谢谢裴主任。领导们安排人过磅，大狼80斤，小狼70斤，总共45块钱。我不想要钱，能不能从这换东西？这不合规定。打扰了。郭开明弯腰装狼准备走人，2个领导赶紧拉住他的手。同志别着急嘛，有事好商量。下不为例，有些物件能给，有些物件必须凭票供应，你想要啥？郭开明要了个暖水瓶，1斤酱油，1斤香醋，黄豆酱，食盐，火柴，香皂，肥皂，牙膏，牙刷，手电筒，雪花膏，零总24块钱没了，正好是80斤大狼的总价。这时有几个大汉气势汹汹走进供销社，为首的中年人是食品站的李文化站长。老裴，收狼是我们食品站的事，你们为什么插手？男子只是卖个狼肉，不料却引来了供销社主任与食品站站长的争夺大战。食品站是收猪的，国家没规定野狼必须卖给你们，供销社当然有权收购。胡扯，野狼就是食品，当然归食品站管，
我懒得跟你废话。李文化质问郭开明：“你不知道狼要卖给食品站吗？”不知道，我是乡下的野小子，不懂国家的政策。老李消消气。副站长林长庆把手搭在郭开明的肩膀上，拿着你的狼跟我们去食品站，价钱绝对让你满意。不行，人家来我们供销社卖狼，你们凭什么横插一脚？两位领导，请听我说一句，领导们，最多3天，我会再打2只狼。裴主任能给我3天时间吗？你确定能打到？狼或者野猪，3天之内肯定送过来一个。您看能不能把小狼让给李站长？供销社已经吃掉1头大狼，于是裴林借坡下驴。这条狼太小了，我们供销社看不上，你们拿去吧。来到食品站，林长庆安排人称重，小狼净重70斤，单价也是3毛钱。林长庆掏钱准备付账，忽然隔壁院子里传来了猪的嚎叫。郭开明愣了半秒，马上抓住麻袋，请林站长卖给我10斤五花肉，我没有肉票。言下之意，你不卖给我免票肉，我就不卖狼。郭同志别为难我呀，猪肉凭票供应，你没有票我很难做，我给你10斤肉票，明天你再过来买。你还是给我10斤青菜票吧，剁饺子馅要青菜。这不合规定，除非你向我保证3天之内送来1头野猪或者狼，只有这样才能堵住领导的嘴。郭开明点点头，把麻袋给他。林长庆掏出钱包，拿出10斤青菜票。交易结束后，去杀猪棚堵着拿肉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杀猪，再看把你眼珠子抠下来。不好意思，我见过的屠夫都是5大3粗的壮汉。女人不能杀猪，妇女能顶半边天。林叔叔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杀猪种地嫌人撵进。这位是公社书记的千金李婉月，林长庆不敢得罪。婉月同志，郭同志卖给咱们1条狼，站长特批10斤免票五花肉给他。你这弱不禁风的小身板能打狼？站长同志，免票猪肉我不给，除非他证明他有本事打狼。其实狼不是我打的，这个没法证明。郭同志，别谦虚，你能在150米外打中狼的心脏，论枪法，整个光明县只有婉月同志能跟你媲美。你这么厉害，咱们2个比一场，赢了我，你就能拿走10斤免票肉。比不过你，师傅只教了我射击的皮毛。林站长，姥姥来我家做客，还等我回去给她包饺子吃。你赢了我，我去给你姥姥包饺子。李婉月说完，离开屠宰场拿枪去了。他爸是公社的一把手，他要是铁了心不给免票肉，你就吃不上饺子。10分钟后，李婉月背着一把汉阳造过来。郭开明同志跟我去靶场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百步穿杨。不用这么较真吧，婉月同志，我就是想赶紧回家包饺子。李婉月二话不说，扭头就走。小郭，一定要给咱们男同胞争光，10斤肉我给你准备好，你比完枪就能拿走。走了3里多路，来到一片土丘前，林长庆把2根挂有气球的竹竿插在地上，步行150米，用竹竿画一条线。小郭和小李都是神枪手，每人5发子弹打那边的气球。2位同志谁先来？你先打，我不想给你太大的压力。挺狂啊你，我也不占你的便宜。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牛。李婉月举枪瞄准150米外的气球，射击姿势很标准。啪的一声，第1发子弹落空，紧接着第2发子弹空枪。开第3枪时，气球炸裂。李婉月终于露出笑容。好枪法，不愧是光明县的射击冠军。小郭同志，现在压力来到了你这边。郭开明拉枪栓挂空舱，只装1发子弹，蹲在地上瞄准远处的气球。正准备扣扳机时，刮起一阵风，远处的气球马上随风摇摆。李婉月马上开口：“等风停了再射。”啪！一声脆响，随风摇摆的气球裂开。林长庆震惊，李婉月呆呆地看着前方。你的枪法很好，但我更胜一筹。回到食品站，郭开明把肉装进麻袋里，推着鸡公车离开食品站去菜市场。走到菜市场门口，郭开明发现李婉月背着他的枪跟在后面。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愿赌服输，按照约定，我要去你家包饺子。我看你是想吃饺子。郭开明说完，走进菜市场扫货。想去我家吃饺子也不是不可以，条件是帮我一个小忙。你说只要不违法不犯罪，我就帮你。从这到我家有20里路，你跟我去森林里杀2只狼。你的枪法比我好啊，没必要请我帮忙吧？你不懂，你有把握在5秒内打死2只狼吗？我可以帮你。李婉月明白了郭开明的意思，2人同时开枪，不给狼逃跑的机会。走吧，完成任务我请你吃饺子。2人加快脚步回赵村，郭开明直接带着他来到森林边缘，然后以回家为借口，把鸡公车、蔬菜和肉扔进空间里。从空间里放出大黄，端着枪跟着大黄走。李婉月突然脸红，我去解个手，你转过身不能偷看。谁稀罕？小心树丛里有蛇，让大黄跟你去。不要，大黄是公狗。来到山脚时，终于看见2条狼，他们忙着交配，没有发现自己被围观。2人藏在一个巨石后面，郭开明慢慢伸出枪口。狼的心脏在前腿稍微靠后的位置，肺在心脏后面，你瞄准前腿斜上方就能打中这些要害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打公狼，你打母狼，等我数到1你就开枪。我准备好了。3、2、1。2道枪声同时响起，2条狼直接贡献出婴儿般的睡眠。打中了，干得漂亮！
终于团灭了这群狼。郭开明既给牡蛎报了仇，又给家人消除了安全隐患。李婉月同志，谢谢你。大黄撒腿狂奔跑过去守护猎物，突然一只大鸟从天而降，2个利爪抓住母狼直接起飞。大黄后腿一蹬，用身体撞开大鸟。该死的小偷，竟敢抢我的猎物！这是什么鸟？金雕，天空中的霸主。听说金雕吃小孩。金雕喜欢吃野兔蟒蛇，很少会攻击人类的小孩。郭开明拿出乌烧蛇，用力抛出去。吃辣条吧，雕哥，再敢捣蛋，请你吃花生米。郭开明从兜里拿出2块钱，给你辛苦费，谢谢你帮我打狼。不要，也谢谢你给我打野狼的机会。时候不早了，2人加快脚步离开森林。刚进赵村，就遇见个推着破自行车的青年。大哥，你是来接我的吧？我给你介绍我的战友郭开明。开明同志你好，我是婉月的大哥李振云。振云同志好，让你跑这么远，实在抱歉。该说抱歉的是我的妹妹高傲任性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哥，说什么呢？我们先回去，记得来食品站送狼。郭开明把2条狼扔进空间往家走，一抬头又看见那只金雕。臭鸟，你是真的馋啊！郭开明从空间里取出1碗灵泉水放地上，测试一下灵泉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。10秒后，金雕降落在10米外的地上，一步一步来到瓷碗旁边，低头喝水，直到把碗里的水喝干。喝完灵泉，竟然张开翅膀卖萌。还想喝？那不行，除非你带我找到野猪群，让我打2只野猪尝尝鲜。金雕振翅而飞，在郭开明头顶盘旋，好像真要带着他去找野猪。我信你个鬼！你先去找野猪，明天中午来我家找我。穿越饥荒年代，男子依靠打猎换取了一些生活用品，还有10斤猪肉，终于可以回家美美的吃上一顿饺子了。姥姥，你看我哥买的暖水瓶，以后你就能随时喝热水了。好啊。郭开民拿出用狼肉换的奶粉泡几碗给家人们喝。姥姥，你慢点喝，有点烫。又香又甜。你喜欢就好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今天中午咱们包饺子吃。弟弟妹妹瞬间又蹦又跳又欢呼。2个妹妹去厨房和面，郭开民剁饺子馅。1个小时后，饺子馅剁好，2个妹妹开始包饺子，2个弟弟围着他们转圈。中午李月娥下工回家，看见半盆饺子馅就惊呆了，洗手直接坐下来帮忙。第1锅饺子出锅，弟弟妹妹们围着灶台狼吞虎咽，那吃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郭开民端给姥姥1碗，老太太吃个饺子忍不住点头。这得放多少调料啊？蘸醋味道会更好。郭开民端个碗倒些香醋，你试试，饺子蘸醋越吃越富。姥姥知道你能挣钱，但是再能挣钱也不能这样造啊，地主家也不敢蘸醋吃。你就当今天过年。郭开民夹个饺子蘸醋放进他嘴里，真香，这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。又1锅饺子煮好，这时刘月娥来到厨房。孩子你先吃，我看锅。你吃饱没有？吃了几碗？我吃了3碗，就当今天过年。郭开明坐在门口开吃，3大碗下肚，觉得姥姥说的对，好吃不过饺子。穿越以来第1次吃的这么爽。吃完饺子，去支书家借急公车，打算去镇上找郭建平处理2条狼。回家拿介绍信时，发现郭开玲扒着姥姥的头发找虱子。大妹，你去烧水，我给咱姥洗头。别洗，家里没有洗脸盆，就用面盆洗，洗完刷干净就行了。姥姥，热不热？不热不凉，正好。那你闭上眼。郭开民把香皂涂在手上，小心翼翼涂抹在花白的头发上。洗完头，兄妹俩开始给姥姥抓虱子，一点一点翻找那些沾水就跑不动的虱子，用指甲盖挤出一团团血和内脏。找完虱子，郭开明闻着香皂味嘿嘿笑。姥姥，是不是感觉舒服很多？老太太眼里竟然有泪花，拉着外孙的手，跟我进屋说说话。进屋后，老太太拿出一个拇指大小的绿色物件。你姥爷走的时候说这是翡翠，他说儿子孝顺传给儿子，孙子孝顺传给孙子，儿孙都不孝就传给外孙。是品相很好的帝王绿，挺值钱的，您留着养老吧。我眼瞎心不瞎，真孝和假孝我能分辨出来，拿着吧孩子。我生了5个孩子，只有你妈孝顺，我只能指望你妈给我养老。指望刘月娥就是指望郭开民，吃个饺子洗个头，竟然把老太太感动了。我先帮你保管，啥时候你后悔了，啥时候找我要。陪老太太说说话，郭开民去镇上揉狼皮筒子，忽然大金雕突然降落在房顶上。啊，雕兄不会是真的找到野猪群了吧？郭开民跟着金雕走进森林，走了很久，在草地上发现了被野猪烫出来的路，再往前走又发现了新鲜的野猪粪。大黄闻闻野猪粪，继续追踪，越过草地来到一座山丘下。郭开民弓着腰爬到山顶，得赶紧卧倒。150米外有一大群野猪在觅食，大大小小有20只。谢谢雕兄。强压着激动，瞄准最大的野猪的心脏，默数1、2、3，果断开枪。啪的一声脆响，野猪应声而倒。其他野猪马上疯狂逃命，几秒功夫就跑出了猎枪的射程。大黄冲下山坡看守猎物，金雕突然冲向野猪群，看样子是想猎杀落单的小猪。很快，金雕抓着一只小猪仔升空了。
雕在天空中飞翔，猪在鹰爪下挣扎。半分钟后，小猪从空中坠落，活活摔死。这是金雕捕猎的惯用套路，把猎物抓到空中摔死。确定安全后，收枪走下山坡。野猪躺在地上像座小山，看这一堆至少有400斤。卧槽，真给力！400斤的野猪至少杀200斤肉。猪肉在黑市里每斤8毛钱，野猪肉卖1块钱应该没问题。想到这里，他愣了一下。杀猪的第一个流程是用开水烫猪，刮点猪毛，所以想杀猪至少需要一口能装下野猪的大锅。良久后摇摇头，赵村大队没有大锅，政策规定家猪必须卖给食品站，私人不允许杀猪卖肉。看来只能去食品站卖毛猪，家猪2毛钱每斤，不知道野猪能卖多少钱。这时耳边响起嘤嘤声，抬头看见金雕站在身边摇晃翅膀。郭开民用意念把野猪扔进空间，端一碗灵泉水犒劳金雕。雕兄打个商量，麻烦你帮我抓2只活着的野猪仔，我保证以后灵泉水管够。金雕喝完灵泉水就抓着猪仔飞走了。果然天空中的霸主不为灵泉水折腰。郭开民进空间用牛奶喂饱小驴，摸着他的头说：老伙计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欺负你妈妈的凶手已经全部被我杀掉。郭开民将兜里的东西掏出来，仔细辨认姥姥给的帝王绿翡翠。这就是帝王绿，这在未来100万元起步。小心翼翼放下翡翠，刚松手，翡翠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，就像《西游记》里掉在地上的人参果。卧槽！郭开民下意识伸手刨地，站起来环顾四周。哪去了？我用1碗饺子换来了姥姥价值100万元的翡翠，拿着翡翠无意间在空间开荒了10亩牧场，并买了一座海景房。原来这方空间可以用金银珠宝和贵重商品开荒。如果老太太找我要翡翠，我该怎么办？小驴驹放开四蹄跑过来埋头吃草。如此肥美的牧草，如果不养牛羊，就是暴殄天物。不知道从哪里购买牛羊，政策好像不允许牛和羊的交易，在集市和黑市里也没见过牛肚羊羔。天已经黑了，把2条狼装进麻袋里，离开空间，来到郭建平家门口叫门。建平哥，建平哥在家吗？谁呀？你是大侠吧？我是郭开民。大灰狼叔叔。父女2人把郭开民请进屋里。老弟为什么不打狼头？狼肚子上有枪眼，狼皮就不值钱了。建平哥，你别吓我，这2张狼皮到底能卖多少钱？可惜这张皮子至少会少卖10块钱，你怎么不打狼脑袋？没把握啊。公狼的头骨和后腿骨值钱，你跟大侠去烧一锅热水。好的。郭开民和郭大侠烧热水，水沸腾时，郭建平把狼头和狼后腿放在锅里煮，20分钟。郭建平拿来一堆刀具，把狼头和狼腿上的肉剔掉，千万不要破坏骨头。郭开民小心翼翼刮骨头上的肉。开民叔，我能吃一点肉吗？可以的。谢谢开民叔。郭大侠拿个瓷碗收集狼肉，端着肉回堂屋跟爸爸妹妹分享。2个小时后，终于剔掉狼头和狼腿上的碎肉，得到完整的公狼头骨标本。这玩意放在屋里可以镇宅。郭开民进空间，把头骨和腿骨摆放在竹屋客厅的桌子上。凌晨2点，郭建平揉好2张狼皮，老规矩给他10块钱加工费。郭建平只留了5块钱。刚才我们吃了你的狼肉，那5块钱就当我买肉了。谢谢建平哥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我去朋友家过夜。在这凑合一夜吧，走夜路不安全。郭开民婉言谢绝，打开手电筒，背着狼皮离开郭建平家，离开罐头厂家属院，进空间睡觉。第2天早上，郭开民把2条狼装进麻袋里，离开空间，推着鸡公车去供销社卖狼肉。他和供销社领导有个约定，3天之内再送过来1条狼。今天正好是约定的期限。2条狼惊动了供销社主任裴林，虽然狼身上没有狼皮，那条公狼甚至没有狼头和狼腿，裴林还是很豪爽的给出每斤3角钱的高价。过下磅2条狼共140斤，正好42块钱。郭开民同志是按老规矩来，还是直接给钱？老规矩是免票高价购买不太紧俏的商品。老规矩吧，谢谢裴叔。郭开民忽然想起杀猪用的大铁锅，裴叔能帮我找个直径1米的大锅吗？要那么大锅干啥？我家人多，近期打算养头猪，既要给人做饭，又得给猪做饭，家里的锅太小不够用。其实郭开民想杀猪，狼的内脏不值钱，野猪的内脏却能卖钱，杀猪卖肉肯定比卖整猪赚钱。现在他就缺个大锅。裴林当然不相信他的鬼话，带着他来到办公室。小郭，你不知道，国家不让个人杀猪，对大铁锅管控的十分严格。我知道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嘛。我有个朋友在粮油站上班，他有点肾虚，导致夫妻生活不和睦。我听大夫说鹿茸能壮阳。郭开民同志，如果你能帮他找到鹿茸，他肯定能帮你搞到大铁锅。裴叔，你的那位朋友能搞到多少免票粮食？别闹，粮食紧俏得很，你就不要想了。他能帮你搞大铁锅就不错了。那行吧，等我打到鹿茸就来找你。郭开民突然想起了自行车。裴叔，买个洋车多少钱？你想买洋车？永久车至少160元以上，关键是自行车票难搞。咱就拿供销社举例，全县20个供销社，每个季度只能拿到1张自行车票。你知道这20个供销社加起来有多少人吗？郭开民不想知道供销社有多少人，他只知道单价超过100元的商品可以帮他升级空间。
供销社里有多少价格超过100元的商品？裴叔能跟我说说吗？裴林再次受惊，你想干嘛呀？接着，郭开民用鸡公车推着野猪去食品站，没走多远就被一群吃瓜群众围观。老天爷，这是猪王吧？好大的猪王，这是猪八戒吧？小同志还没有对象吧？大娘给你介绍一个，今年刚18岁，长得可漂亮。谢谢，我还小。同志，这是你打的猪吧？俺家有大锅，拉到俺家杀了卖肉吧，比直接卖给食品站划算。谢谢你嘞，下次一定。放心吧，小同志，国家是不让人杀家猪，没说不让杀野猪。这时迎面走来一群人，领头的是食品站站长和副站长，后面是食品站的员工。李婉月在人群中大声说：“大家让一下，我们是食品站的。”站长李文化一声令下，众职工马上接手野猪，7、8个大汉推车，其他人围着车子参观。郭开民同志，谢谢你支持食品站的工作。了不起啊，同志！临海里的野猪王都被你打掉了，运气而已。我跟站长吹牛皮，说你会送2头狼，没想到你送来了更大的惊喜。婉月同志功劳不小，奖励2斤野猪肉，乡亲们请让路。李站长给个准话，是不是明天供应野猪肉？站长同志打个包票，我搭夜排队。野猪肉啥价？俺家3月没吃肉了。乡亲们反而把路堵得水泄不通，七嘴八舌逼李文化表态。乡亲们别急，站里要开会研究，很快就会有消息放出来。回到食品站，郭开民同志，食品站2毛5钱1斤统购生猪，这是全国统一价。不过野猪比家猪值钱，我们决定给你3毛钱1斤。谢谢领导。这头猪399斤半，食品站同意按照400斤算钱，会计送过来120块钱，让郭开民签字。郭开民同志，农民卖猪给国家有补助，卖1头猪固定奖励1斤糖票和30斤平价饲料票，每超过100斤就奖励3尺布票，但这是家猪的奖励。至于野猪嘛，国家没有明确规定。郭开民觉得八字有了一撇，用殷切的眼神求奖励，逗得2位站长哈哈笑。李站长特意去县食品站咨询大领导，唾沫都说干了，嘴皮子都磨平了，终于帮你争取到了补助。万分感谢李站长，万分感谢林站长。李文化把一张张票证交给郭开民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郭开民同志再加把劲，下个月再送过来几头大猪，我给你打包票，没有的奖励咱不要，该有的奖励1分不少。”请站长放心，我继续努力。双方聊了很久，郭开民告辞，直奔牛宝林家去做那笔大交易。